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武士魂》，也叫做雌雄武士或者是第二武士。今天是下半期，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。上半期主要攻略的是远古时代的部分，本期来到了未来。游戏由3个时代组成，分别是远古、未来还有中世纪。主人公在不同的时空之中穿梭，是为了追踪杀害师傅的魔王。本关的地图也是分为上下2层，这里我推荐先到封印门前把黄色的罐子激活，然后再到下层。不过下层的蓝色罐子都藏在水晶里边，而且激活之后你第一时间砍不到它都是往后飞。这样这种下压式的机关你就需要走2回，捡到黄色的卷轴就会自动传送回黄色的罐子，这样比较节省时间。这 BOSS 是一个作战的机甲，不过驾驶员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啊。感觉非常的违和呀。而且咱们游戏的刚开始，一个武士出现在远古的时代，感觉也是哪里不对。这个地方的跳跃开始有难度了，脚下的平台会往下缩，但由于游戏掉到坑里只是掉血，给玩家的压力不是很大。其实玩游戏嘛，就应该刺激一点，紧迫一点。我就喜欢这个呀，越紧迫越好。相信大家也差不多。BOSS 战之前把血量回满了，BOSS 和之前一样。除了上下2挺机枪，它还会冲撞攻击，其他就没什么了。我的刀光用完了，大家注意刚才这个上段的攻击取消，到后面打 BOSS 的时候会有奇效。一般比较常用的是站立姿势或者是下蹲姿势的攻击取消，但是上段的速度非常快。游戏进入到了下半程，所以各种小 BOSS 很多。这个 BOSS 你需要把它发射出来的这种蓝色水晶打回去，一共3次。有的小伙伴当年打这个 BOSS 可能是喜欢用飞刀来封住敌方耳朵的位置，移动的时候不要被它撞到。走位之后最好是和它位于一个水平线上，斜向的话你就需要考虑砍回去的水晶方向，比较难以掌握。
这个 BOSS 咱们需要利用到它吐出来的球，一共3个，垂直落在地面那个，把它投掷出去，砸 BOSS 的头。如果你砸偏了的话，这个球会在地上进行反弹，只有它落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再次捡起来。而且如果你这颗球没有用掉， BOSS 就不会再吐中间这颗。这一下我就扔歪了。这种攻击方式让我想起了世界 MD 平台的动作射击名作《火枪英雄》。有一关需要扔骰子，这个球还有用，上方会下来2个箱子，如果你打碎的话，里边也会出现很多的奖励道具。游戏当中的很多 BOSS 设计的还是很用心的，非常有特色。刚才跳起来的怪物好像是抱脸虫啊，这里有异形的味道了。本关的流程比较短，已经是 BOSS 战了。其实这关的作战思路应该是尽量阻止 BOSS 获得组合的黄色球体，但是咱们有一个打法非常克制它，就是使用飞刀。我现在飞刀的数量也是够的，所以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打法。每一个球体被打碎，它都会发动一轮传射，但是方向比较固定，离它远一点就好。咱们起跳的时机就是它开始发射子弹的时候，这样就打完了。高手打这关的话是不会让他获得这么多组件的。咱们普通的玩家面对着普通的情况，又没有那些大神的反应和技术，所以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打法。本关再加上后面的一关是飞行射击关卡，但是这个操作非常的别扭。最关键的就是我的手速跟不上，子弹发射的速度很慢，所以无法压制住对面，导致同屏的敌人数非常多。另外就是咱们的方向需要经常推上，不然的话你的人物就会往下掉。推的时候还要掌握好节奏，你觉得你行你就推得快一点，你觉得一般你就推得慢一点，但是每次推的幅度要大一点。我介绍的方法大家清楚了吧？相信很多人平时也有体会，都是老玩家了。其实这里的画风就更违和了，让一个中世纪的武士使用飞行器，多少有点拔苗助长了。本关咱们需要打10个蓝色的罐子，打完就可以过关。但是本关也是有 BOSS 的，这个 BOSS 你可以不理他，直接拆罐子就可以。但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把它拆掉了。以我的手速，这个任务真的是比较难以完成，所以就需要拼命打法了。几乎是全程对射，好不容易啊！现在的手速真的是不行了，想起了年轻的时候，那手速都出残影了，根本看不清啊！本关又是一个飞行的版面，
把这个 BOSS 打完就算是过关。BOSS 有很多的组件都需要拆掉，其中背部的这个组件拆起来的时候是有 bug 的，可以卡一个无敌。就在这个位置，他发射的子弹打不到咱们。现在还差 BOSS 的前后两头，咱们对准了，全力射就可以。从后面来，后面咱们已经射过一轮了。这样的话，飞行模式的关卡就算是过来了。这也是整个游戏当中我最不擅长的部分。每次过关之后会给咱们一个密码，这是接关用的。手里现在没有刀，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它的一些特殊的攻击动作，鞭腿还有扫堂腿，攻击的距离比较远。本关开始就回到了中世纪的部分。关卡的模式也比较常规，需要拆大量的蓝罐子。敌方的精英怪，咱们可以通过疗斩来把它击落，但是时机要掌握的比较好。这里是忍者，忍者比较害怕站立的平 A。本关的画风终于看起来比较正常了。其实这款游戏这么多年了，而且现在的流程比较靠后了，所以很多小伙伴当年没有见过，感觉比较陌生。但本关的 BOSS 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，一会儿到了那个位置大家就知道了。而且打法也比较特殊，这就是这款游戏制作比较用心的地方，并不是所有的 BOSS 都是要拼命的，它有一定的设计。昨天我看很多的小伙伴留言，当年玩这款游戏不是在世嘉 MD 平台上玩的，是在那种游戏 VCD 上玩的，或者是游戏 DVD。光盘的容量毕竟是比较大，所以说里边的游戏很多。一张光盘搞一个300合一没什么问题呀。BOSS 战 ，BOSS 是一个相扑，咱们需要打这些罐子，释放光球来攻击 BOSS。BOSS 跳跃的距离很远，但是他动作频率是比较慢的，所以这关的难度不是很高。还差一下，这个罐子太高了呀，跳起来没有够到。我现在站这个位置不错，这是用什么部位吃的苹果呀？而且都能给啃了，这个有点厉害了呀。我不禁陷入了沉思。这个版面是一场 BOSS 战，打这个石头人，他的攻击方式只有2种，
一是发射子弹，第二就是撞你。发射子弹可以向空中发射，也可以横着发射，两种方式是循环往复的。而且它有两种形态，现在是第一形态，咱们把它砍到地里面就可以了。第二形态它会钻出来。我手里正好有刀，所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用刀快速的攻略它。原理就是上段的撩斩，左右进行取消。BOSS 二形态的血量本身也是比较脆。后面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流程的长度还是可以的，正常通关大概要40分钟左右。小的时候玩的比现在慢，两个人配合，一点一点打，任何资源都很珍惜，包括飞刀。这个地方我失策了，我应该返回的时候仍然从上路走。最后这个球轮得好快呀！小心雕像手里的剑。这种机关最早是在双截龙的街机版初代里面见到。最终 BOSS 之前有两个雕像拿着长枪戳人。这里的金银怪会蓄力攻击，发射出一个波状的闪电，但是速度比较慢，威胁性不是很高。卡了一个黄色的罐子，把起始点往前推了一推。这个地方上下两条路线，但是两个路线都是有蓝色罐子的，所以说都需要走。我手里这把刀后面打 BOSS 的时候是有用的，所以说尽量不要丢掉。主要是为了对付 BOSS 的最后一个形态。清理了最后一个金银怪。最终 BOSS 是有4个形态的，每个形态对应一种不同的攻击方式。其实有些形态咱们是空手的时候打比较有利啊。罐子都拆掉 ，BOSS 就会出场。BOSS 的外观看起来非常像织田信长，这老哥也是被黑了好几百年了。一直都是魔王的代言人，而且这个 BOSS 的话特别多。刚开始就是说我在这里，第一形态的攻击方式就是锤你，但是他只会垂直往下锤啊，所以说这种攻击方式是有问题的，连摆拳都做不到。可能是得了严重的肩周炎吧。第二种攻击方式，魔王说：“吃我的午饭。”这家伙平时都吃些什么呀？这里有刀就比较占优势，咱们可以护住头。
给了2个烧鸡，我不小心都吃掉了。这 BOSS 又说眼还眼，好家伙，就是瞪我呀！眼神杀，站位要在2个眼球中间，两侧是有火焰攻击的。这个时候如果空手比较有利，因为跳脚踢得很远。BOSS 又说了，现在你挂了。这种攻击方式可能很多小伙伴有印象，咱们砍这个眼球就可以。手里有刀的话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攻击到这个眼球的。没有的话，你的平 A 推上就需要抓好时机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武士魂，也叫做雌雄武士或者是第2武士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